集成学习 Ensemble Learning 有主要3个方法 ：Bagging、Boosting 还有 Stacking。今天这部影片就会介绍 Stacking。Stacking 是 Stacked Generalization 的缩写，中文翻译成堆叠泛化。在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你会了解到堆叠泛化的训练过程，以及多层堆叠泛化的方法。接着会介绍在 Python 里面常使用的 K 折堆叠泛化，以及实作的结果。在 Bagging 里面，当我有很多个预测器，最后要集成起来做一个统一的输出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一个函数叫做聚合函数 aggregation function。比如说在分类问题里面，最简单的聚合函数就是 voting 投票，包含了硬投票 hard voting， 还有软投票 soft voting。如果是回归的问题，聚合函数可能就是平均 average。在 Stack 里面，我们会把这样一个简单的聚合函数改变成另外一个预测器，只不过我们给它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混合器。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做原学习器 （Blender） 或者是 Meta Learner。简单来讲，我们会让预测器的输出当做混合器的输入，透过学习来了解怎么样把输出聚合起来，得到最后的预测结果。这个就是 Stacking 与前面说的聚合函数最大的差异。实际操作上，怎么样训练堆叠泛化？简单来说，就是将训练集分成2个数据子集，左边的我称为数据子集1，右边称为数据子集2。我们先用左边的数据子集1训练出多个预测器，在训练完预测器以后，我们再拿到右边使用数据子集2，我们也会称为叫做保留集 （hold out set）。利用保留集，经过刚才训练好的预测器，会得到对应的输出。这个输出我用 x hat 代表。这时候我的 y2 保留集里面的目标值会直接移过来，当做混合器的训练集的目标值，是将预测器的输出当做混合器的输入来做训练集。在保留集的使用上，可以注意到它维度的变化。一开始 x2 的维度是数据集的特征数量，但是经过预测器以后，它的输出维度 x hat 是预测器数目。如果今天使用了5个预测器， x hat 每一列都有5个数值，这个就是堆叠泛化的训练过程。前面分割训练集形成 stacking 的方法，也可以扩充成多层堆叠泛化 （multi-layer stacking）。想法就是我今天把训练集分割成3个子集，第一个子集是训练各类的预测器，第二个子集是透过前面训练好的预测器以后产生的输出，以及在子集2里面的目标值结合起来，当做输入训练多个混合器。比如说，你可以使用 linear regression 的混合器、SVM 的混合器、decision tree 的混合器。再到第3层，我们使用子集3。子集3的输入 x 会喂给第2层的混合器当做输入值，预测出来的输出会当做第3层混合器的输入。在此同时，子集3的目标值 y 也会直接放到第3层当做目标值 y。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训练集的切割，训练出多层的堆叠泛化。虽然概念上是可行，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我们习惯上在谈 stacking 的时候，通常是一层的预测器以及单一个混合器。在 Python 里面实现 stacking 的方法，通常会伴随着 k-fold cross validation， 也就是所谓的交叉验证，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来分割我的训练集。在交叉验证里面，我们会把训练集分割成训练者还有验证者，分别叫做 training fold 以及 validation fold。通常会以大 K 代表折数，比如说5折交叉验证。在这个情况底下，训练者就是4/5的训练集，验证者就是1/5的训练集。因为总共有5折，所以我们会迭代使用5个不同的验证者。以左图为例，我们以红色代表训练者，黄色代表验证者。验证者的角色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保留集 hold out set。所以我们先用训练者来训练多个预测器。接下来我们会使用验证者的输入 x， 经过预测器得到一个预测叫做 xk-prom。同时我们用验证者里面的目标值 yk 一起拉过来，当做混合器的训练数据集。这是当 k 等于1的时候，使用第一个验证者，得到一组训练集 x1 prime 和 y1。注意到 x1 跟 x1 prime 的维度是不一样的。x1 的维度是一开始训练集里面你的数据的特征向量的维度， x1 prime 它的维度是你使用多少个预测器的个数。在下一步我们就使用第二个验证者 k 等于2，重复刚才的步骤，我们就得到另外一组训练集
x2 prime 还有 y2，再来 k 等于3，得到第三组 k 等于4 k 等于5，所以我们要总共重复5次。如果今天有使用5折的交叉验证的话，最后我们拿了这5组训练集整合在一起，当做训练数据来训练最后的混合器。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验证者在每一次迭代的过程里面都会不一样，所以代表对应的训练者也会不一样。因为每一次的训练者是不一样的，训练出来的预测器的参数也会不一样。所以在完成混合器的训练以后，我们还会回过头来将训练者还有验证者合在一起，当做一个完整的训练集，训练出多个预测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就在右边这边文字显示，我们在第一步里面会利用不同的训练者训练出多个预测器，接下来利用验证者和所有训练器获得 k 值的训练集，就是我的 xk prom 还有 yk 的部分。接着使用 k 值的数据 xk prom 还有 yk 训练出最终的混合器 blender。第四步我们会将训练集，也就是训练者和验证者的整合，完整训练出多个预测器。在完成这4步以后，我就会有第一层个别预测器以及第二层的混合器。新的样本进来以后，就会经过各个预测器得到一个输出，再经这个输出当做混合器的输入，得到最后的输出。最后我们使用 Python 一个实际案例来比较 stacking 还有没有使用 stacking 的效能。在 stacking 里面，我们单一模型或者叫做基模型 base models， 我们会使用决策树还有 SVM。混合器会使用最简单的 logistic regressor。你可以在 Gen AI 使用这样一个 prompt 去得到对应的程式码。首先第一步，使用 Make Classification 产生自己的数据集，里面产生出1000笔数据，使用2个 features， 因为我们待会希望可以去图示化呈现它的分类效果。产生好数据以后，我们再加 70% 的数据当做训练数据， 30% 的数据当做测试数据。目前我们已经把数据准备好，做接下来的模型建构。使用刚才的训练数据，我们分别去建构 SVM 支援向量机以及 Decision Tree Classifier。产生模型以后，我们再使用训练集训练出这样一个 SVM 模型以及 Decision Tree 的模型。接着把这2个模型应用在测试集，评估它的分类效能。接着我们把前面2个模型做 stacking， 基模型就包含了决策树以及支援向量机。在 Blender 或者是 MetaLearner 方面，我们会使用 Logistic Regressor。Python 里面我们会直接使用 Stacking Classifier， 把刚才的 Base Model 以及 Final Estimate、Meta Model 放进来就可以了。这边有一个超参数叫做 CV 等于5，就是 Cross Validation 等于5。刚才的大 K 总共使用5折来做训练。接着我们将训练集训练我整个 Stacking 的模型，并且使用测试集评估分类的结果。在图示化的方面，我会将 Decision Boundaries 把它画出来，去看一下效果。最后产生对应的分类准确率。模拟结果如这3张图所示，左边是单纯使用支援向量机 SVM 的 Decision Boundary， 中间是使用 Decision Tree 决策树的 Decision Boundary， 右边是使用 Stacking 将这2个结合，再加上一个 Blender， 这时候 Blender 使用的是 Logistic Regressor。 你可以看到左边，因为我们的生成数据在每一个类别里面事实上会有2个群，所以如果单纯使用的线性 SVM， 它在分类效果其实不是那么的好。Decision Tree 我们没有特别设定树的深度，它有一点过度拟合的情况发生，而 Stacking 就把这低度拟合还有过度拟合学习产生出一个更好的结果。就我们看一下分类的准确率数值，单纯使用 SVM 支援向量机，准确率到达 87%。单纯使用决策树，准确率达到 90%。如果将2个合在一起做 stacking 的话，准确率达到 92%。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使用 stacking 会提升个别 base model 基模型的分类准确率。